一個76歲，一個人住的長輩，家裡最危險的地方不是樓梯，是浴室那道門檻。那道門檻大概5到10公分高，白天看得清清楚楚，跨過去一點問題都沒有。出事都在半夜，半夜爬起來上廁所，燈懶得開，腳抬得比自己以為的低，地上又剛好是濕的。長輩跌倒，很多不是在馬路上跌的，是在自己家浴室跌的，跌一次髖骨骨折，接下來就是開刀、臥床、復健。一個原本還能自己出門買菜的人，可能從此下不了床。這件事最麻煩的地方不是那一跤，是那一跤之後的連鎖反應。開完刀要臥床，一臥床肌肉就掉，肌肉一掉就更站不起來，站不起来就更不敢走，不敢走又更沒力氣。這個雪球滾得非常快，1-2個月就能把一個人的生活整個換掉。原本自己住得好好的長輩，出院之後常常回不去原來的日子，要麼請人來顧，要麼住機構，要麼全家輪班。而這一切的起點可能只是浴室地上那5公分。先講結論，這道門檻政府出錢幫你拆掉，不是補助你買一雙防滑拖鞋，是真的有人來把門檻剔掉，把節水溝做起來，把地板順平，把扶手鎖上牆。這筆錢就藏在長照給付裡面，是4包錢當中的一包，額度每3年最高4萬元。是哪一包？我等一下講。但在講是哪一包之前，我要先把最掃興的那一段講完。這一段如果不講，你聽得很高興，跑去申請，很可能白跑一趟。長照這4包錢不是年滿65歲就自動有，這是最多人誤會的地方。你必須先過一道評估，打電話去長照管理中心之後，會有一位照顧管理專員到你家裡來，坐下來問你、看你、評你的失能程度，最後給你一個長照需要等級。這個等級從第1級排到第8級，官方的規定寫得很清楚。第1級是身體或心智未失能的人，不納入給付範圍。除了等級之外，身分也有規定，現在的服務對象包含65歲以上的老人、55歲以上的原住民、50歲以上的失智症者，還有失能的身心障礙者。另外，自民國115年1月1日起，又新增了2類，一類是49岁以下的失智症者，一類是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劃的收案對象。所以不是只有7老80才用得到。55歲的原住民長輩，50歲就確診失智的人，本來就在範圍裡面。專員到你家會看什麼？我也講一下。簡單說，就是看你日常生活還能自己做到幾件事：吃飯、穿脫衣服、洗澡、上廁所，在床上翻身坐起來，能不能自己走，能不能自己上下樓梯，還有買東西、打電话、按時吃藥、處理自己的錢，這些事，這些是行政上判定等级用的量表，不是在診斷你有什麼病，跟病名也沒有直接關係。這裡有個很常見的狀況，有的長輩很愛面子，專員來的那一天硬撐，平常明明要扶着牆走，那天走給人家看，走得特別好，話也講得特別順，這樣評出來的等級會失真。我要講清楚，我不是教你誇大，誇大不實是不行的，也不可以教長輩怎麼講才會評到高等級，那是違規的。我的意思是，平常怎麼樣就怎麼樣，該扶就扶，需要人幫忙的地方就照實講出來，家人在旁邊也可以幫忙補充，不要隱瞞，就這樣而已。意思就是一個76歲還能自己走路、自己洗澡、自己買菜的獨居長輩去評估，很可能被評成第1級。第1級什麼都沒有，4包錢1毛都動不了。要動得起來，最低要達到長照，需要等級第2級以上。標題最後那句要先過這道等級，講的就是這件事。第2級以上，4包錢的門才會打開。我知道這聽起來很現實，但這件事一定要先講在前面，不然就是騙人。真正的用法是這樣：家裡的長輩如果已經有一邊使不上力，走路要扶東西，洗澡站不穩，自己穿衣服很吃力，或者已經有失智的情況，那就該去評，不要等到跌斷了才評。評估本身不用錢，打去1966前5分鐘也不用錢。評出來是第1級，至少你心裡有底；評出來是第2級以上，後面這一整套資源全部都接得上。那如果評出來真的是第1級呢？是不是就什麼都沒有了？今天講的這4包確實用不到，但這不代表沒事可做。各縣市都有社區照顧關懷據點，也有預防及延緩失能的課程，教的就是練肌力、練平衡、練頭腦。這些本來就是設計給還沒失能的人用的。
打去長照管理中心或者問区公所都問得到，而且评估不是评一次就定一輩子，身體狀況变了可以再評。今年第1級，明年跌了一跤之後體力掉下來，重新評就可能是第2級，這件事要記在心裡。接下來把4包錢一次攤開，以下講的是民國115年現行的額度，我一項一項念給你聽。第1包照顧及專業服務，這一包額度最大，按等級給，1個月的額度是這樣：第2級12020元，第3級15460元，第4級18580元，第5级24100元，第6級28070元，第7级32090元，第8级36180元。这包錢用來請居家服務員到家裡幫忙洗澡、備餐、翻身，陪你去復健，也包含專業人員到家裡教你怎麼練、怎麼吃、怎麼移位。這一包還可以拿去做居家的賦能訓練，就是物理治療師、職能治療師到家裡來教長輩怎麼練站、練走、練自己穿衣服、吃飯。很多人不知道賦能也是從這一包出的，只把它拿來請人洗澡，其實有點可惜。第2包交通接送，這一包是給你去醫院去復健用的，額度依照縣市的幅員分成4類，1個月1680元、1840元、2000元、2400元。你住的地方越偏遠，路越長，額度越高。這一包只要評到第2級以上就有。網絡上有些懶人包寫要第4級以上才拿得到，那是舊版的規定。現在的附表是第2級起算。你如果不放心，打電話問一次最準。還要提醒一件事，這一包不是發現金給你，是特約的交通業者來載你去，再載你回來，賬直接從額度扣，你只要付部分負擔，所以不要以為是每個月匯錢進戶頭。第3包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，每3年最高4萬元。第4包喘息服務，這一包不是給長輩用的，是給照顧者用的。第2級到第6級每年32340元，第7級到第8級每年48510元，讓天天在照顧的那個家人可以喘口氣，把人送去日間照顧中心待幾天，或者請人來家裡頂替幾天。喘息可以是機構式的，把長輩送去住幾天，也可以是居家式的，請照顧服務員來家裡頂班，也可以是送去日間照顧中心。照顧的人如果先垮了，被照顧的人也撐不久。這一包的用意就在這裡。4包攤開之後，有一條制度上的規定，你一定要記住，這4包額度不能互相流用。照顧及專業服務那一包，不管你1個月是1萬多還是3萬多，用不完也不能挪過來做浴室工程，每一包都是各自獨立的一個口袋，這個月用不完就是浪費掉。還要補充一句，這4包的計算週期也不一樣，照顧及專業服務跟交通接送是按月算的，這個月的額度，這個月沒用就沒了，不會累積到下個月。喘息服務是按年算，輔具及居家無障礙這一包最特別，是每3年一個週期，也正因為週期長，它才做得起比較大的工程。好，現在講標題藏起來的那一包，答案是第3包，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給付，每3年最高4萬元。為什麼偏偏是它最容易被漏掉？因為它跟另外3包的性質完全不一樣。另外3包都是服務，講的都是人，誰來幫忙洗澡，誰來接送，誰來頂替，全部都是人。只有第3包不是人，是工程，是東西。照顧計劃是怎麼談出來的？我講給你聽。照管專員到家裡坐下來跟家屬談，家屬最急的一定是人手，媽媽誰來顧，白天誰在家，洗澡誰幫忙，要不要請看護。1個下午就這樣談完了，很少有家屬會主動問一句，我家浴室能不能改。我也要老實說一件事，官方沒有公布這一包到底多少人領，也沒有排名，所以我不會跟你說官方統計顯示它最少人領。我能講的是，它是最少人知道，最容易在照顧計劃裡被整個跳過去的一包。原因就是剛剛講的，大家問的是人，沒有人問房子，而它偏偏是4包裡唯一一包能夠改造房子本身的錢。人請來了，時間到還是要回去，房子改好了，是天天在用的。我再講白一點，長照的錢是跟着人走，不是跟着房子走。可是長輩會跌倒，多半是因為房子跟不上人的身體，房子還是30年前那個樣子，浴室是瓷磚配一道門檻，
馬桶是最矮的那一種，臥室走到廁所中間還卡一個小台階。人老了，房子沒有跟着老，這個落差就是意外的來源。4包錢裡面只有第3包在處理這個落差。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原因，服務是每個月都在花的，家屬每個月都會想到，工程是一次性的，一開始沒想到，往往就永遠想不到。再加上不少長輩心裡有個過不去的坎兒，覺得改自己家的房子是自己的事，怎麼好意思叫政府出錢？這個觀念要改掉。這筆額度本來就編在那裡，是給符合資格的人用的，你不用，它就是放到過期，不會分給別人，也不會折成現金退給你。那這4萬元到底能改什麼？我把官方項目表念給你聽，這一段最有價值，建議你拿紙筆記下來，或者至少記住幾個關鍵字，打電話的時候講得出來。先講扶手，固定扶手，樓梯、出入口、通路、廁所、浴室、臥室都可以裝。補助標準是每10公分150元，可動式扶手一支3600元。馬桶旁邊那種可以搬上搬下的就是這一種。固定扶手是按長度算的，所以裝一支100公分長的補助上限就是1500元。很多人一聽才知道原來這麼便宜。走廊裝一整排，浴室馬桶邊裝一支，大門口裝一支，加起來花不了多少錢，但差別非常大。長輩起身、轉身、跨步，只要手上抓得到東西，跌倒的機會就低很多。再來是斜坡，非固定式斜坡板分 A、B、C 3款，補助3500元、5000元、1萬元。固定式斜坡道1萬元。家裡門口有1階2階跨不下去的，就是靠這個解決。再來是浴室，這是重頭戲，架高式和式地板拆除5000元，拆的是臥室或客廳那種架高的和式地板。浴室去除門檻伴隨的節水溝工程也含在這一項裡面。真正把浴室門檻剔掉的是等一下要講的門 A 款，防滑措施3000元，反光貼條或者消光處理3000元。這是給視力退化的長輩看清楚地面高低差用的。順便講一件不用等補助的事，官方清單上沒有換燈泡這一項，可是浴室跟走廊的照明是你今天晚上就能改善的東西，花不了幾百塊。半夜起來那一段路，只要看得見，跌倒的機會就少一大截。這個不用等評估，回家就可以做。門的部分分2款，同一處只能擇一。A 款7000元，做的是門檻降低、順平或者剔除，加裝橫式節水槽。B 款1萬元，做的是門加寬、加高、新增或者調整位置，輪椅推不進廁所的，走的就是 B 款。既然同一處只能挑一款，不能又降门檻又加寬，評估的時候就要想清楚，這道門將來會不會有輪椅要進出。家裡如果已經有人坐輪椅，或者長輩短期內就可能坐輪椅，那寧可一次到位做 B 款，不要做完 A 款，過2年又後悔。還有隔間，每平方公尺600元，然後是衛浴跟廚房設備，水龍頭改善、浴缸改善、洗臉台改善、馬桶改善、壁掛式淋浴椅、流理台改善、抽油煙機改善，這些全部都在清單上。另外還有特殊簡易洗槽2000元，特殊簡易浴槽5000元。我把幾項比較難懂的解釋一下。改浴缸通常是把那個高高的舊浴缸處理掉，或者改成跨得進去的形式，也可能是加裝可以坐着洗的設備。改馬桶多半是把太矮的馬桶換高一點，讓長輩坐下去站得起来。改洗臉台是把下面的櫃子挖空，讓輪椅推得進去，腳伸得進去。壁掛式淋浴椅是固定在牆上，不用的時候可以收起來的那种，浴室小的家庭特別好用。這些听起來都是小事，可是對一個站不穩的人來說，每一件都是能不能自己完成的分界線。你聽出來了嗎？這不是補助你買一個小東西，這是真的動工程，浴缸、馬桶、洗臉台、流理台全部都可以改，每一項都有補助上限，也都有最低使用年限，大部分落在3年到10年，年限沒到，同一項不能再申請一次。所以這4萬元怎麼配？一次先改哪幾樣？哪些留到下一輪？要跟評估人員好好談過。再來是很多人最想知道的一件事，這4萬元是全額嗎？還是要自己出一部分？輔具及居家無障礙這一包，在給付代碼裡面是 E 碼跟 F 碼，自付比率是這樣：低收入戶 0%， 中低收入戶 10%， 一般戶 30%。所以一般戶的長輩4萬元額度全部用滿，政府出28000元，
你自己要拿出12000元，中低收入户自己出4000元，低收入户1毛不用出。我舉個實際的算法給你聽，比較好懂。假設一位一般戶的長輩，臥室那塊價高的和式地板拆掉5000元，浴室防滑措施3000元，浴室那道門走 A 款順平7000元，馬桶旁邊裝一只可动式扶手3600元，走廊裝2只各100公分的固定扶手3000元，全部加起来是21600元，還沒碰到4萬元的上限。一般戶自付 30%， 你自己要出的是6480元，6000多塊就把家裡最危險的幾個地方都換掉了，順便把另外3包的自付比例也講清楚，因為網絡上流傳的版本常常是錯的。照顧及專業服務還有喘息服務，這2包的自付比率是低收 0%， 中低收 5%， 一般戶 16%， 不是 30%。 交通接送比較複雜，依照刚剛講的4類地區分開算，一般戶大約落在 21% 到 30%，中低收大約 7% 到 10%， 低收一樣是 0%， 地區不同數字就不同，這個要以你戶籍所在縣市的公告為準。還有一個小細節，部分負擔的金額是以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計算的。接下來講怎麼申請動線，我幫你排好。第一步，打1966，這支專線手機市話都可以直播，前5分鐘免付費，服務時間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點半到12點。下午1點半到5點半，不想打電話的，直接洽你戶籍地的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也可以。打之前先把幾樣東西準備好，會順很多。長輩的身份證、健保卡、實際住的地址，還有目前的身體狀況，哪裡不行，什麼時候開始的，有沒有跌倒過，現在誰在照顧。長輩自己講不清楚沒關係，家人可以代替打，也可以陪在旁邊一起講。這支電話不是只有本人才能打。第二步，照顧管理專員到府評估，憑你的長照需要等級，也憑你可以拿到多少額度，然後跟你一起擬照顧計劃。就是在這一步，你要主動把話講出來。你要說，我家浴室有門檻，我洗澡站不穩，我要問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，不主動講，很可能就這樣跳過去了。還有一招很有用，專員來之前，你先自己把家裡走一遍，從床邊走到廁所，從廁所走到廚房，從家門口走到大門外面，這一路上哪裡要扶，哪裡要跨，哪裡地板會滑，哪裡燈太暗看不清楚，一項一項寫在紙上。專員坐下來的時候，把這張紙拿出來，這比你臨時想破頭有用太多，也比事後才想起來補件快得多。第3步，這一步是關鍵，很多人卡在這裡。所有的居家無障礙工程項目，官方都白紙黑字寫着，應由輔具評估人員出具評估報告。也就是說，不是專員說可以就可以，要由輔具資源中心或者附件相關的醫事機構派評估人員來看過現場，出一份輔具評估報告書。第4步，拿到報告書之後，到特約單位施作或者購置，錢怎麼付？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，全面推行代償墊付，意思是你不用先自己掏4萬元出來，事後再拿收据去請款，你只要付你該付的那筆部分負擔，剩下的由特約單位跟政府結算。這一點對長輩很重要，因為以前很多人就是被那個先墊後領的流程卡住，最後乾脆不申請了。再來講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加分題，聽到這裡的人賺到了。家裡已經請外籍家庭看護工的，很多人以為我都請看護了，長照的東西一定什麼都不能再申請了吧？這個想法是錯的。規定是這樣，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的家庭，第一包照顧及專業服務的額度會被打折，只給付 30%， 而且限定用在專業服務的照顧組合上，這一包確實縮水了。為什麼會這樣規定？邏輯其實不難懂，照顧及專業服務本來就是出人力的，你家裡已經有一位看護，在人力這一塊政府就少出一點，但是交通接送、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、喘息服務這3包額度照給，完全不受影響。也就是說，今天講的第3包，那每3年4萬元的浴室改造、扶手、斜坡、防滑，家裡有外籍看護一樣可以申請，1毛都不會少。這件事我認為是這一支影片最值錢的一句話。台灣請外籍看護的家庭非常多，可是知道這一包照領不誤的人很少，很多家庭就這樣一個週期一個週期放過去。而且我要講一句實在話，看護會幫你洗澡，
但是看護不會幫你把門檻拆掉。看護也是人，一個人扶着站不穩的長輩跨過那道門檻，扶的人自己也可能閃到腰，也可能一起摔。把浴室改好，是保護長輩，同時也是保護那位每天在扶的人。這筆錢不用白不用。再來講時效，因為制度剛剛改過，現在看正好。民國115年，也就是2026年7月1日起，輔具這一塊多出了第2組給付，叫做智慧科技輔具全租賃，額度是每3年6萬元，裡面含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最高2萬元，涵蓋5大類：移動、移位、沐浴排泄、居家照顧床、安全看視。首批有17件產品通過審議上架，聽起來6萬比4萬多，是不是一定選新的？沒那麼簡單，有2個重點你要先弄懂。第一，2組是2折1，不能兩邊都拿。傳統的第1組是每3年4萬元，可以買也可以租。新的第2組是每3年6萬元，但它是全租賃，東西是租來的，不是你的，而且裡面能拿去做居家无障礙改善的上限只有2万元。如果你的重點是把浴室門檻拆掉，把扶手裝滿，把地板換成防滑的，那第1組的4萬元反而比較夠用。如果你要的是照顧床、移位機這種又貴又占空間的設備，租賃這一組可能比較划算。第二，民國115年6月30日以前已經用過第1組的人，要從照顧計劃核定日起算，滿3年之後才能改申請第2組。所以已經用過舊制的家庭，不用急着去問新的，時間沒到就是沒到。2折1這3個字要特別記住，不是今年拿第1組，明年再拿第2組，是一個週期裡面只能挑1組。所以決定之前，最好把家裡未來這3年的狀況一起想進去。長輩現在只是站不穩，3年之後可能就需要照顧床，需要移位機了。這種時候就要跟評估人員一起把順序排出來，先做哪一段，後面怎麼接，不要憑感覺選。至於首批那17件產品到底是哪些，租金多少錢，官方新聞稿沒有逐件列出來。想看清单，要去長期照顧輔具產品資料庫的查詢平台查最新的，或者直接打1966問。最後3個提醒，這3個是最常出事的地方。第一，不能重複領。家裡長輩如果領有身心障礙證明，已經用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申請過的輔具，跟長照這張表上同一個項目，只要還沒到最低使用年限，就不能再申請一次。法規寫得很明白，同性質的補助只能擇一。也有人會問，我們縣市另外還有老屋修繕的補助，能不能跟長照這一包一起用？原則我講給你聽，同一個項目不可以重複補助，性質相同的補助只能挑一個。至於你家那個案子實際上能不能拆開申請，怎麼拆，這要問承辦的窗口，我不會在這裡教操作方式，因為每個縣市的規定都不一樣，講錯了害你事後被追回來，反而更麻煩。第二，4包額度不得互相留用，照顧服務那1包用不完，不能挪來做工程，這點前面講過，這裡再講一次，是因為真的很多人搞錯。第三，各縣市不一樣，特約單位不一樣，交通接送的地區分類不一樣，承辦窗口也不一樣。我今天念的金額是民國115年現行的中央標準，實際上能不能做，能做哪幾項，你家那道門要走 A 款還是 B 款，一定要以評估人員到現場看過，以及你戶籍地長照管理中心的最新公告為準。另外還有一個地雷，很多人真的會踩，不要自己先找師傅來施工，做完再拿收據去申請。長照這條路的順序是先評估後施作，而且要在特約單位做，你自己先做好了才去問，多半是拿不回来的。順序千萬不要顛倒。同樣的道理，這一包的額度是每3年一個週期，不是每年重來一次，所以不用急着在同一年全部花光，但也不要放到忘記有這件事。我最後想講的是時間點，這一包錢最尷尬的地方在於，等你真正感覺需要它的時候，往往已經來不及了。跌斷之後才想到要拆門檻，人已經躺在醫院裡，家裡吵成一團，那時候誰有心情去跑流程？從打電話到評估，再到輔具評估報告出來，找特約單位施作，這中間要花的時間不會是幾天，是要等的，所以能提早就提早。今天的行動建議只有一句話，家裡的長輩如果已經開始站不穩，洗澡要扶着牆，跨門檻要先停一下，現在就打1966，說你要申請長照需要等級評估，專員到家裡的那一天，
記得主動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這幾個字講出來。浴室那道門檻處理掉是7000元的事，髖骨跌斷了是全家往後好幾年的事。